比特币正迈出关键巨大的一步，请做好准备。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奇怪风的频道。如果有新来的朋友，这是一个聊加密货币行情和新闻的频道，偶尔也会分享生活旅游的 vlog。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闻，然后后面会看一下行情，然后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喜欢的图表。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新闻，就是巴拿马的首都的市长呢，已经公开表示，巴拿马将全面拥抱比特币，他们很快就会建立比特币的战略储备。也就是说，巴拿马将跟随美国和川普的脚步，全面采用比特币，而且还会把它纳入国家级的战略储备资产。所以现在除了萨尔瓦多，还有巴拿马、美国、瑞士，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比特币的标准。这正是我们创造比特币的初衷，成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越来越多国家将比特币纳入储备，就代表他们开始理解比特币的力量，不只是当作价值储存工具，也不只是数位黄金，更是一种真正的货币形式。比特币正在快速发展，巴拿马是下一个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的国家，而且别忘了，巴拿马境内资金非常多，尤其是那些巴拿马基金会掌控的资产，这可能为比特币带来庞大的资金流入。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除了已经公开宣布要把比特币变成国家级战略储备以外，如果你想要知道还有什么国家也拥有比特币，有多少比特币的话，可以搜寻 Country Bitcoin Treasuries，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 logo Bitcoin Treasuries。 这个连结点进去之后呢，你除了可以在下面这边看到公开的上市上柜公司所拥有多少颗比特币，他们持有的比特币数量在这里。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MicroStrategy 微策略，有553000多颗，然后再往下它也有一些私人的公司，然后再往下一点，我们往下滑到下面就有个 Government。 这 Government 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国家，像是美国目前有198000多颗，就是快20万颗。然后像第二个中国也有19万颗，还有其他像英国、乌克兰、北韩还有不丹、萨尔瓦多等等的，可以在这边看到他们持有的比特币数量。再来第二个新闻，比特币现货 ETF 现在也即将向华尔街巨头们开放，包括美林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和瑞银等，这些机构将能够开始接触比特币现货 ETF。 这些公司总共管理的资产高达10兆美元，也就是说，这额外的10兆资金现在也可以进入比特币的市场。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目前比特币的市值是2兆美元，但这些新资金进来后，有可能把市值推得远超过2兆。我之前也提过，就是未来比特币的市值甚至有可能达到200兆美元嘛。当机构投资者意识到比特币的力量，意识到它是21世纪的黄金，他们会开始大规模购入比特币，当作储备资产或价值储存工具。而当这些华尔街的大机构也开始配置比特币 ETF， 就会有大量的美元资金涌入比特币的市场。请记得，比特币的数量是不会改变的，永远只有2100万颗，到2140年才会挖出最后一点点比特币，剩下的都是从市场上买，而市场的供应正在枯竭。那我在前一部影片有说过，现在有大量的比特币从交易所流出，交易所里几乎不剩什么比特币了，大家都在提币，因为他们知道供应冲击即将来临。当供应量不足时，但需求量一直在增加，就会产生供应冲击，价格就会被迫飙升，才能吸引人卖出比特币。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下一个不是新闻，有谣传称 NVIDIA 计划将比特币纳入资产负债表，但这目前只是传闻，如果有进一步的确认，会再另外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你会发现，比特币会跟着这个黄线贴得非常的紧。黄色这个线呢，是全球货币的供给量。然后研究发现呢，比特币它的走势非常像是90天前的
全球货币供给量，贴着90天前的走势。那如果继续比特币接下来走势一直贴着，比特币很有可能就会来到15万、16万美金左右。那90天就是3个月，从现在开始算就是8、9月的事情。你觉得在3个月后，比特币会来到15万美金一颗吗？在留言底下告诉我。接下来是这张图，这张图是存量流量模型 Stock to Flow 的模型的简化版。这张图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趋势：每当比特币的年龄增加30到40% 的时候，它的价格就会成长6倍。也就是说，每当比特币变老了40%，它的价值就会翻6倍。例如，1美元变成7美元，7美元变成50美元，50美元变成300美元左右，300美元变成1700美元，1700美元成了快要11000美元，算是应该是1万美元吧。那1万再变老40%，就会变成6万。所以从整体来看，每当比特币年龄成长40%，平均来说就会带来6倍的报酬率。请大家试着理解，如果你把这张图继续延伸，再往前推进40%的时间，接下来价格目标就会是6万乘以6，就是36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40%，那个目标价就会是36万美元。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认为从今天开始延长40% 的时间，大约会落在什么时间点？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目标价格6乘以60，也就是36万？欢迎在下方留言，写出你推算的日期。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走势吧。这是4小时的 K 线，我们4月份收得非常漂亮，5月开始也是非常的美好。我们会看到之前画这个阻力、支撑力、阻力，之前这个95600的这个阻力已经转变为支撑了，已经成功突破。那我们之前的收敛三角也成功的把它突破出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它什么时候可以突破97000，然后到10万，就是非常容易的。接下来是这张图，我之前也有在推特上分享过，但我今天来讲一次。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策略，虽然不是最赚钱的，但依然非常有效。不过这个已经很不错了。这个策略是在比特币减半前的500天呢，你就可以布局慢慢的 DCA 买入。减半后的500天呢，就是可以慢慢的开始卖出，就是这么简单，重复，完全不需要担心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这轮的比特币减半是在2024年的4月19号，所以加上500天呢，就是2025年的9月1日。也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策略的话，该卖出的时间就会在2025年今年的9月1日。如果你一直用这个方法，在这个点买，在那个点卖，再买再卖的话，你就会不断的累积比特币。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不用去猜顶部，不用焦虑，只要照着这个时间点操作就行了。短期波动非常大，有很多机会，这对做交易的人来说是好事。但从长线来看，没什么改变，需求在增加，供给不变。我的长线预测依然是这轮牛市顶部会在16万美金左右，时间点大约在年底。我还相信我们在接下来的30天内有机会推升12万美元，就在5月份。接着市场可能会出现一波回调，回到10万左右，也可能是9万8左右的支撑区，那将会是新一轮的支撑线。从那个点再冲上去，目标就是16万，时间大概会落在9月。通常6月、7月、8月这3个月都很无聊，因为大家都在放暑假，会把部分的获利拿去旅游、度假，所以市场会比较冷清，交易量也会下降。但进入秋季，日子变短，天气变凉，大家又开始回来交易了。9月、10月、11月、12月，第4季通常是比特币最强的一季，所以如果我们以减半后第17个月作为计算基准，时间刚好会落在2025年的9月或10月，那应该会是这轮牛市的顶点。不过也可能稍微拖长一些，像上一轮一样，中段有点拉长，顶部时间也有可能是11月或12月。总之，
我认为这一轮比特币的最高点会落在2025年的第4季，目标价是16万美金。这是阿根廷他们用的币，叫 Peso ARS， 跟比特币的汇率。你会发现，这一年来呢，你拿阿根廷的法币，你可以兑换到的比特币会越来越少，今年就已经少了 52%。如果我们把时间再拉长到2年或5年，如果你一直在阿根廷生活，你拿着阿根廷的法币，这几乎对比特币而言都已经整个都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法币就是会不断的通货膨胀，每个国家拿的法币都会通货膨胀，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我们生活在台湾已经算是很幸运了，我们的通货膨胀没有像一些国家这么严重。但是如果像你是生活在阿根廷这种国家的话，人民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今天买的商品，不知道明天就会变贵多少钱。不过这个是有点极端的案例，其实每个国家，美国啊，或是台湾也是有在通货膨胀的，大概2%、3%，或者是到7%、8%不等。但是这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比特币是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它的总数量就是2100万颗而已，不会有通货膨胀的风险。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咯，拜拜。Bitcoin flows, a rhythm